那麼最後，薩拉赫和斯洛特的对话是积极的，薩拉赫的表现让斯洛特很满意，双方已經握手。隨之，記者爆料，薩拉赫已經入選了周6對陣布萊頓的比賽大名單。而今天來自科貝電台的消息說，阿隆索已經被明確告知，對陣阿拉維斯這場比賽就將決定他的去留。主教練阿隆索已經收到了最後通牒。那麼根據這份報道，阿隆索的皇馬執教生涯進入了倒計時。但對梅西來說，球就像粘在腳上，他衝過來的速度快得不正常，然後我立刻就被晃倒在地。我試圖防守，然後他做了他經常做的動作，向右一晃，然後向左，我就摔倒了。從那一刻起，我就開始想，等等，這家伙可能很特別。今天的節目依然精彩，當然首先是關於利物浦薩拉赫、斯洛特的最新報道。主教練斯洛特原諒了薩拉赫，能夠讓他出現在明天的英超比賽了。而皇馬已經給主教練阿隆索開出了最後通牒，許勝不許敗。今天節目的中間是關於科莫主教練法布雷加斯的專訪，他期間談到了關於梅西小時候是怎麼踢球，還有自己足球運動員的職業生涯，以及現在到了科莫隊怎麼做主教練。這一個專訪相當激勵人心，您一定要聽完。節目的後半部分將是關於轉會市場和歐洲各大豪門的新聞，希望您先點讚、先評論再看，這樣就能讓我們的視頻被更多的朋友所看到，然後可以每天花5-6個小時做的這點心血，也能夠得到一種認可，所以非常感謝大家。好，利物浦關於薩拉赫和斯洛特這一場世紀大戰，最終高情商的主教練斯洛特是贏得盆滿缽滿，贏麻了。根據多位利物浦跟隊記者的消息，在和斯洛特進行了積極的溝通之後，薩拉赫終於入選了周6利物浦對陣布萊頓的大名單。這也是他在非洲杯最後一場可以為利物浦效力的比賽。在此前昨天的新聞發布會上，斯洛特說他將在周5上午和薩拉赫進行談話，然後再決定他是否會入選本周6對陣布萊頓的比賽大名單。那麼最後，薩拉赫和斯洛特的對話是積極的，薩拉赫的表現讓斯洛特很滿意，雙方已經握手。隨之，記者爆料，薩拉赫已經入選了周6對陣布萊頓的比賽大名單。這一次回歸也是主教練斯洛特在訓練基地進行了積極交流之後做出的決定。這個決定由斯洛特做出，他認為這是為了利物浦球隊的最佳利益。然後在周6比賽結束後，薩拉赫將離隊前往埃及國家隊參加非洲杯。利物浦俱樂部現在認為，這一段非洲杯彼此分離的時間，對於進一步處理當前的局勢至關重要。所以對薩拉赫來說也無所謂，因為非洲杯這段時間我就先走，看看你斯洛特的帥位能不能保住。如果利物浦仍然沒有起色，仍然連敗，也許等非洲杯結束，薩拉赫歸來，面臨的就是一個新主帥了。不過無論如何，薩拉赫和斯洛特的這第一場世紀大戰的交鋒，已經以斯洛特的全面勝利而告終。他充分地體現了自己的情商，而且借此也在利物浦樹立了更大的權威，甚至讓利物浦更衣室的其他隊員更加的尊重他了。不過不知道大家玩過狼人殺沒有？在前段時間利物浦成績那麼差的情況下，薩拉赫也進不了球，斯洛特也面臨要下課，結果最後兜兜轉轉玩了這麼一出又一出，兩個人都保住了自己的地位和位置，這像不像狼人殺裡的雙狼互保啊？好，根據知名記者羅馬諾的最新爆料，主教練斯洛特的權威經過此事之後不降反升，最重要的就是在没有薩拉赫的最關鍵一場歐冠比賽1-0小勝國際米蘭，而且不徵召薩拉赫出戰國際米蘭的決定還並非斯洛特一人獨斷，而是俱樂部管理層和教練組共同商議後的結果。那一場比賽利物浦贏了，這本身就是一種最有力的回應。那麼利物浦方面對薩拉赫的態度就是，你薩拉赫想說的難聽的話都已經說了，你有你的感受，但如果你真想離開利物浦俱樂部，你就需要拿出具體的提案。因為現階段關於薩拉赫離隊沒有任何官方的談判，也沒有正式的報價或者實質性的對話在進行，所以利物浦並不着急。有意思的是，這一次風波當中，雖然有很多沙特和美職聯的俱樂部對薩拉赫很感興趣，但是沙特俱樂部胡拜爾庫迪西亞的負責人哈堡卻說，簽下薩拉赫絕不明智。他還警告各隊不要將薩拉赫帶到中東。這位沙特球隊的老板直說外界有傳言稱，我們沙特此前曾經邀請薩拉赫加盟，但遭到了拒絕。沙特球隊向來不喜歡被人拒絕，自然不会再回頭發出第二次邀請。所以我認為，即便在沙特公眾層面，對於薩拉赫加盟沙特聯賽這件事兒，也已經存在更多疑慮。他已經33歲了，在利物浦拿着巨額薪水，
但從那以後他的表現已經嚴重下滑。我知道有人看重薩拉赫的球星影響力，畢竟他來自中東地區，但在我看來他並不適合我們的聯賽。如果要在他和維尼修斯之間2選1，我肯定選維尼修斯。我認為維尼修斯來這裡一定能大放異彩，這裡的環境實際上可能更適合他這樣的球員。但我更希望沙特各隊去追逐那些25歲左右的下一代新星，而不是薩拉赫這樣的球員。顯然，沙特聯賽會是薩拉赫職業生涯的最後一戰。我對薩拉赫的評價並不是說我們不想要球星，我公開表態的第一點是我們不願為球星支付過高的溢價。所以，如果他願意來沙特，我表示歡迎，但他必須接受一份匹配自身價值的薪水。我們很樂意引進這類球員，前提是薪資合理。我們不該為了簽下他們就支付5倍於身價的報酬。理想情況下，我們應該把目標對準職業生涯早期的球員，這樣他們就能在這裡成長，為球隊做貢獻，而不是把沙特聯賽當成退役前的最後一戰。反正無論如何，我們是不會買他，也買不起他，而且他顯然也不是我們想要的類型。我們這個隊在海外引援時，目標都是25歲及以下的球員，那些處於職業生涯初期或者中期的球員，之後可以將他們出售給沙特聯賽或者全球範圍內的更高投入的球队。引進球星並非壞事，但我一直向球迷和媒體明確表態，我們不會斥巨資引進球星，我們更希望培養球星，而不是購買球星。不過，雖然這位老板這麼說，但其他的沙特球隊像利雅得星月仍然在關注薩拉赫，還包括新未来城體育俱樂部也對薩拉赫抱有明確的興趣。沙特職業聯賽的體育總監邁克爾·埃梅納洛甚至可能在關於薩拉赫的轉會中扮演關鍵角色，因為他和薩拉赫的私交非常好。但總之，這位沙特老板這不合時宜的話也給薩拉赫提了一個醒，不要以為離開利物浦就真的可以賺得盆滿缽滿，一切都還是未知數。現在各界都在敦促薩拉赫應該道歉，像卡拉格最近也表態，沒有人預料到薩拉赫的那段採訪會引發如此大的反響，以及這個事件帶來的巨大改變。一旦薩拉赫公開的開炮，那麼和球迷一樣，利物浦的管理層也絕對不會選擇支持球員，大家都會選擇支持主教練。所以無論薩拉赫最終何時離隊，他都值得為自己爭取一個在利物浦配得上傳奇的告別。如果這意味着他需要道歉，那薩拉赫你就道歉吧。好，英超的另一位名宿阿蘭·希勒也發表了專欄，也認為薩拉赫需要站出來道歉。阿蘭·希勒說，我認為主教練斯洛特處理這種情況非常得當，我覺得他在周二比賽前後的發言都很出色，這對每個人來說都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局面。但我認為他言辭精準，開誠布公。我覺得斯洛特做得恰到好處，而且斯洛特的球員們在對國際米蘭的比賽為主教練拼盡了全力。利物浦的球員們看起來組織有序，幾乎沒有失誤，這是最重要的。所以我想薩拉赫需要出來道歉，不過我不確定這是否會發生。OK， 還有曼聯紅魔的名宿加里內維爾也在天空體育頻道談到了薩拉赫事件，他認為薩拉赫的做法不對，時機和表達方式都不對。內維爾表示，我會從雙方的角度去看這件事兒，不會只站在普通球員的位置上想。可當你面對的是薩拉赫這種級別，幾乎屬於世界最頂尖行列的球員的時候，有時候你就不得不接受他所取得的成就。但當年 C 羅在曼联也做過類似的事兒，我對此非常不滿，因為我覺得這種球員本身就被寄予期望，要能帶着所有人一起前进。幾年前 C 羅這麼做的時候，我就不喜歡。他後來還接受了那次重要的採訪，我認為那件事本身不对，時機不對，表達方式也不對，所以我理解利物浦球迷的情緒。好的，那麼明天利物浦就將坐鎮主場迎戰布萊頓。這場比賽因為中間發生的薩拉赫事件也會引發全球關注。薩拉赫什麼時候上場？上場了能不能進球？那麼老 K 也亮出自己的預測，我認為這場利物浦很可能大勝。原因也很簡單，一切都因為氣運。經過了這一次事件之後，就像聖鬥士一樣，在每次瀕臨死亡之後又恢復過來，就會進化，就會從青銅聖鬥士升級到白銀，升級到黃金。所以我很看好未來1個月的利物浦的狀態和成績。主教練斯洛特在賽前發布會上還專門談到了伊薩克和埃基蒂克的首發。斯洛特說，他們倆踢得越多就越能適應彼此，配合也會越來越好。我從他們2人身上看到了積極的東西。對陣國米的比賽是他們第2次在一起踢球，原因很明顯，就是比賽體能的問題。我認為未來會看到伊薩克和埃基蒂克更多的一起出現。好，今天關於皇
皇馬這邊關於姆巴佩一個重要的判決已經出來了，巴黎上訴法院駁回了姆巴佩想凍結大巴黎的賬戶的請求。姆巴佩之前的上訴是想凍結大巴黎賬戶5500萬歐元，結果現在被駁回，而且還需要賠大巴黎3000歐元的費用。好，目前姆巴佩方面還沒有對這件事兒做出回應。大巴黎和姆巴佩双方還将在12月16日再次出現在勞動仲裁委員會。現在雙方互相索賠數億歐元，糾紛的核心在於姆巴佩在2024年以自由身轉會到皇家馬德里的時候，是否存在一項需要姆巴佩放棄部分經濟權益的君子協定。這個官司也是旷日持久，還不知道什麼時候最終才能落幕。主要涉及的就是大巴黎還欠姆巴佩幾千萬的工資和獎金。那麼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咱們只是静觀其变就好了。好，今天姆巴佩領取了皇馬11月的最佳球員獎杯。他在11月6場比賽中打入了7個球，尤其是在對陣奧林匹亞科斯的歐冠上演大四喜，還有在西甲對陣瓦倫西亞又梅開2度。此外還有对陣埃爾切的1次助攻。姆巴佩的數據無疑是非常亮眼的，但是有他和維尼修斯同時在场上，皇馬的前場確實有些失去平衡。所以現在主教練阿隆索的帥位仍然沒有坐穩。最關鍵的時候，赫伊森已經恢復了，但是姆巴佩、卡馬文加、巴爾韋德和吕迪格均缺席了今天的訓練。姆巴佩還是因為膝蓋不舒服，膝蓋的傷病就非常麻煩。而中場巴爾韋德是因為右側內收肌負荷過重而缺席訓練。不過皇馬對他的情況較為樂觀。目前最大的不確定性在於中後衛呂迪格。呂迪格在上一場对陣曼城的比赛中左腿不舒服，卻堅持打完全場。他的恢復過程很倉促，所以俱樂部內部對他能否出戰周末的比賽持懷疑態度。不過球員身邊的人則預期他將會出場。今天姆巴佩就只是在健身房單獨訓練，他還是力求想趕上對陣阿拉維斯的比賽。而今天的好消息，小將馬斯坦托諾已經完全從耻骨炎中恢復了，他可以參加比賽。而今天來自科貝電台的消息說，阿隆索已經被明確告知，對陣阿拉維斯這場比賽就將決定他的去留。主教練阿隆索已經收到了最後通牒。那麼根據這份報道，阿隆索的皇馬執教生涯進入了倒計時。可是對陣阿拉維斯的比賽，皇馬有可能會有11名球員因為各種傷病或者其他的原因停賽缺陣，而皇馬的球員們已經在伯納烏遭到了球迷們的強烈噓聲，尤其是維尼修斯。如果這周日阿隆索下課，那皇馬的球員們也會陷入困境，因為現在皇馬球迷們的不滿並非僅僅針對主教練，他們會將換帥解讀為更衣室的球員的內部決定，而不是老佛爺一人的決策。好吧，也不知真的假的。如果阿隆索真的輸了球下課的話，那想想上個賽季皇馬的管理層1分錢轉會費都不給安切洛蒂，非要把他提前逼走，這趟折騰到底為了個啥？好好的奪了2個歐冠的陣容，結果來了姆巴佩之後就成了這樣。這當然不能怪姆巴佩，關鍵是決策者從來沒有考慮過球員的適配性問題。現在所有的足球專業人士都把問題的核心指向球員的不適配，陣容的不均衡。好，關於這賽季皇馬球員的傷病問題非常嚴重，皇馬的內部又開始有人懷念過去的體能教練平圖斯。現在在皇馬負責這項工作的是伊斯梅爾·卡門福特，他曾經在巴塞羅那工作。傷病名單現在是豪門俱樂部的常見問題，因為比賽太多，最近幾周主帥阿隆索無法依靠他的大多數球員，皇馬內部就出現了對平圖斯的懷念。過去他曾經在齊達內和安切洛蒂時期為皇馬的重要成功做出貢獻，但是現在在皇馬，平圖斯的職責被削減到最低限度，他目前的職務僅僅是表現經理。平圖斯現在負責進行個人和集體的表現評估，這是一種更全面的表現視角，要求對球員和工作人員進行研究。最初皇馬還曾考慮過讓平圖斯負責青訓營的體能，但最終俱樂部讓他擔任一種更廣泛的角色。不過平圖斯一直和皇馬關係密切，過去他通過微周期的工作讓皇馬在4月和5月的關鍵時期保持最佳狀態，所以歐冠屢屢奪冠也就誕生了著名的平圖斯方法。可是在安切洛蒂的最後一個賽季中，也因為球隊傷病過多，平圖斯這種方法被取消，而教練團隊的弗朗切斯科·毛里承擔了部分責任。儘管如此，平图斯仍然屬於一個他願意留在其中的皇馬團隊。雖然尤文图斯一直想把他重新招募，然而他的心和人目前仍然在皇馬。現在皇馬高層正在關注球隊的傷病問題，把這個問題歸咎於阿隆索帶來的體能教練和訓練的方式。
皇馬的高層開始想，放棄平圖斯可能是一個錯誤決定。哈哈，哎呀，怎麼說呢？上個賽季傷病多怪平圖斯，這個賽季傷病多又怪沒有平圖斯。所以大家知道了吧？在皇馬工作的壓力有多大？無論好壞，無論正反左右，總有人要你背鍋。這幾天在加拿大溫哥華踢球的托馬斯·穆勒又談到了梅西和 C 羅。個人覺得穆勒這番話說得非常好。很多人都認為梅西的水平更高，但是 C 羅身上有我們不能忽視的優點。穆勒是這麼說的：梅西還是 C 羅，這是個經典的老問題了。兩個人目前都保持着良好的狀態，數據表現依然亮眼。對我來說，梅西更令人驚嘆，畢竟他的踢球風格確實更魔幻，更像是一種純粹的天賦。C 羅的職業精神無疑非常突出，甚至可能比梅西更勝一籌。但看梅西在對陣我們的美職聯決賽中的表現嘛，該怎麼說呢？倒也談不上難以置信，因為我相信他週復一週都能做到那些事兒，所以對我來說並非不可思議，但確實令人無比讚嘆。所以梅西更有天賦， C 羅卻更努力，我覺得這樣說是很合理的。從踢球的角度說，你可能更喜歡梅西，但從對每個普通人的激勵作用、示範作用的角度講，你可能更喜歡 C 羅。就這一點，過去尤文圖斯踢球的馬爾基西奧也是這樣談的。馬爾基西奧和 C 羅過去在尤文圖斯當過隊友，他說，如果我能給年輕球員一些建議的話，那就是以 C 羅為榜樣。如果你想努力成為一名頂級球員，那就追隨 C 羅的榜樣，而不是梅西。C 羅已經是一位頂級球員，但他必須付出更多努力和汗水，才能達到那樣的高度。而梅西則是上天眷顧的天才，他擁有如此多的天賦，甚至可能不需要訓練。讓我們再聽聽科莫的主教練老 K 個人非常喜歡的法布雷加斯是怎麼說的。法布雷加斯最近在採訪中分享了和梅西初次見面的震撼。法布雷加斯說，我和梅西差不多同期，但我比他早2-3年來到拉瑪西亞，他是12歲來的。我當時立刻就感覺到這是一位天才。我記得他來的第一天，梅西就坐在我旁邊。球隊的管理層告訴我們，有個從阿根廷來的男孩來試訓，會和我們待幾周。但梅西立刻就產生了影響，儘管他一句話也不說，非常害羞。等到了球場上，他立刻就開始說話了。我指的是用腳說話，而且非常非常快。我常常跟別人講那個故事。有一次訓練開始的1對1練習，我在那個年紀防守的時候1對1還不錯，長大後我就不太行了。但當時當他面對我的時候，你看到的是一個非常瘦小的小男孩，他徑直帶着球向我衝過來，那種帶球衝過來的速度和控球能力，你第一時間就會覺得啊，等等，這家伙有點不一樣。通常對方觸球會重一點，或者習慣用某只腳，這讓我能夠預判。但對梅西來說，球就像粘在腳上，他衝過來的速度快得不正常，然後我立刻就被晃倒在地。我試圖防守，然後他做了他經常做的動作，向右一晃，然後向左，我就摔倒了。從那一刻起，我就開始想，等等，這家伙可能很特別。不過當然，因為他當時還不夠強壯，有些對手會對他犯規。我記得有一次在踢了20分鐘以後，他進了3個球，對方就開始在場上一頓猛踢，然後教練就把他換下了。類似這樣的事兒會經常發生。但後來到了15、16歲，梅西變壯了，把自己練得非常非常強壯，那才是梅西開始變成一台真正的機器的時候。因為在那之前，由於身體的原因，梅西是可以被限制的，你可以放倒他，可以在某種程度上用身體对抗他。但當梅西變得強壯以後，就再也擋不住了。這就是關於梅西從小踢球的夥伴對梅西小時候最真實的體驗。所以對現在的巴塞羅那來說，不要讓亞馬爾背上梅西接班人的負擔，這就是對亞馬爾最大的保護，因為其他任何人都無法像梅西那麼踢球。好，法布雷加斯、梅西還有皮克是拉瑪西亞8-7-3傑，但是當時在巴塞羅那青訓球員沒有什麼上場機會。當時的阿森納主教練溫格就曾經想把這3位全部打包帶走。後來溫格把法布雷加斯買到阿森納以後，梅西都還沒有去一線隊比賽呢，老爺子溫格就已經讓法布雷加斯在英超安排上比賽。而法布雷加斯今天這篇專訪，大家再好好聽一聽。在當年，法布雷加斯是自己這個位置上世界前3的存在，在阿森納年紀輕輕就已經當上了隊長。只是後來因為法布雷加斯和皮克和梅西是從小一起長大嘛，所以拼命的想回巴薩。可回到了巴薩，碰到了哈維、伊涅斯塔，太難撼動他們的主力位置，出場不穩定，後來的狀態就有些維持不住。不過之後離開巴薩又去到了切爾西，在切爾西仍然踢出了相當優秀的表現。法布雷加斯談到了自己參加拉瑪西亞、巴塞羅那的青訓營的故事。他說，我是從8歲就加入了巴塞羅那的拉瑪西亞，
而且後來我還在那裡住過1年。在大概15歲左右之後，我就去了阿森納。拉瑪西亞的生活很有意思。对我來說，從8歲到14、15歲之間，我和我的父母住在自己的家鄉，每天都得坐出租車往返。學校是下午5點放學，出租車這時候已經在等我了。我的父母總是明確地告訴我，如果成績不好，你就不能踢球。所以這在我們家裡是早就定下的規矩，我也遵守了。這很艱難，因為我記得有時候為了應付越來越難的考試，我要學到凌晨2、3點，甚至學到凌晨4點。可到了14、15歲之後，我發現幾乎不可能同時滿足青訓營的足球要求，因為在巴薩，你每年都是在為自己的未來踢球。16歲之前，你沒法簽那種正式的職業合同。在那之前，每年你都得為留在拉瑪西亞而奮鬥。在學年結束的時候，拉瑪西亞的人會告訴你是能夠繼續留下呢，還是得離開。你知道的，如果你場上表現不好，你就出局了。這就是你從小就必須承受的壓力，再加上每天父母對我的學習成績、行為舉止的要求，所以我必須說，後來呀，我到了拉瑪西亞，在某些程度上走向了負面。我的意思是在去到拉瑪西亞住讀之前，我經歷了7年高度自律，幾乎沒有空閒時間的生活。然後突然我住到了拉瑪西亞，和朋友們住在一起，我就想，哇，我以前那麼拼命，現在這裡可太輕鬆了。結果我就退步了，我真的退步了，成績也下滑。在學校裡做了一些我其實並不自豪的事兒，我有點變了，你知道嗎？因為一切變得太容易了，我可能覺得自己已經成功了之類的。但那個賽季結束的時候，現實給了我一記重擊。也就在這個時候，阿森納來敲門了。他們當時給我的條件也相當特別，我就去了倫敦，見到了溫格，也見到了史蒂夫·羅利和大衛·戴恩。他們說服了我，這是我繼續我的職業生涯的最佳計劃。我的媽媽非常高興，因為她看到我身上發生了一些變化，而且我去倫敦可以學英語，可以去競爭。那時候的阿森納，你知道，正處在一個蓬勃發展的時期。現在看來，我們可以說那個決定是對的。哈哈，我去英國之前總是吃新鮮的魚，然後到了倫敦就開始吃炸魚。我不喜歡炸魚薯條。而在文化方面，英國確實也是一種衝擊，因為在那麼小的年紀要去做很多不習慣的事情，需要去適應。很多時候，有些人、有些球員他們就適應不了，可能因為還沒有準備好去那個水平競爭。無論是足球、學業還是其他的競爭，我們都需要時間。但通常最成功的人往往是最成熟的，那些善於傾聽、能夠接受錯誤，並且總想在犯錯以後變得更好的人，他們可以用積極的方式面對困境。你知道，就算坐在替補席上，被告知你自己還不夠好，但他們也能接受。這種人有那種韌性、品格、個性，有抱負、有激情去成功。無論遇到什麼障礙，他們都會克服，並且實現自己的目標。這就是我所認識的絕大多數最成功人士的共同點。當時到了阿森納，我17歲就成了一線隊的常規球員。其實我倒沒有太在意，我當時對成為隊內的最佳球員充滿渴望，以至於我在和維埃拉、和吉爾伯托·席爾瓦、和埃杜和帕洛爾競爭。我的意思是，如果我有1秒鐘鬆懈，哪怕有1秒鐘認為自己比實際上更厲害，那我就完了。我根本沒有時間去享受成名或者任何別的事兒。我去了倫敦，除了父母和姐姐，幾乎沒有訪客。我就是如此渴望成功，任何事情都無法觸動我或者讓我分心。我去倫敦就是為了一個使命，我已經準備好為了成為一名足球運動員做任何事兒。現在回憶起來，去阿森納那一段經歷可能是職業生涯當中最快樂的。因為就像我常說的，當你年輕又有點傻乎乎的時候，你对什麼都毫無畏懼，你只管去做。我記得有一次在一次訓練中，5-5開的拼搶，我從側面鏟了隊友科洛圖雷，然後下一次抬頭就發現自己飛了起來，因為他從後面也鏟了我。所以你會做這些小事，你去競爭，因為你沒有恐懼，你只是想，不管我和誰比賽，我都想向教練展示我準備好了，我在這兒。但現在不同了，因為社交媒體，因為關注度更高，現在你可能進一個球就能得到一份豐厚的合同，而我那時合同很低，我必須去掙来一切。我過去常常和1隊在一起訓練，但突然之間溫格會派我去踢青年足總杯，和 U16 的隊員在一起。而現在呢，比如我和體能教練說，如果誰前一天踢了預備隊比賽，我第2天還想讓他跟1隊合練，體能教練就會說，不行，他們的身體還沒有恢復，必須讓他們休息。可我記得我們以前經常在周1晚上先踢預備隊的比賽，那種比賽非常艱苦，你面對的都是那些身體比你強壯的多的老球員。而每周1都有這個預備隊比賽，溫格也經常來看，
他很擅長這件事兒，因為我們年輕球員能感覺到溫格在看我們，我們想表現得更出色。比賽是晚上8點開始，10點結束，你回家還要吃飯等等。比賽的那種腎上腺素讓你到了周二的凌晨1、2點鐘才能睡着，然後周二早上9點我就直接要和1隊訓練了，沒有休息，什麼都沒有。而我前一天剛剛踢滿了全場，我才只有16歲，身體還沒有完全長成。不過這讓我變得更堅韌啊，這很難解釋。現在的球員確實被保護得更好了，甚至有點被寵壞了。現在我們說啊，他們做了這個就不能做那個。以前我們是說，加油，你必須努力，你必須證明自己，你必須隨時準備好展現你的價值。我感覺啊，過去我在年輕球員身上看到的那種對成功的渴望，現在更多需要由我們去推動他們。要告訴他們，嘿，別睡過頭，要睡醒啊！你要做這個，你要做那個，你要注意舉止。嘿，就因為你進了2個球，踢了一場好球，今天你就能遲到2分鐘了？哦，不，那都過去了，你得向前看，專注於下一場，再下一場。因為在足球世界，在你鬆懈的時候，總會有人準備好競爭，會咬你一口，會超越你的。所以現在關於亞馬爾的討論，我想他的比賽也踢的是太多了。我100%理解需要保護球員，現在的信息比我們那個時候要多得多，但你也需要活在當下，你也不知道3年後會發生什麼。也許現在的比賽節奏比過去更快，但以前的對抗更激烈，這裡是有區別的。不過我相信你需要準備好參加每一場比賽，需要展現你的韌性，不論你年輕還是年長。我不太相信過多的休息，因為最好的球員總是能準備好上場，無論是精神上還是身體上。那麼關於亞馬爾，現在對他過早的下判斷很難，但我們都能看出來，哪怕我奶奶也能看出來，亞馬爾是一個特殊的天才，絕對是出類拔萃的。我永遠不會拿任何人和梅西比較，永遠不會。就我從梅西12歲到現在所看到的，他依然在制造不同。所以讓亞馬爾成長，給他時間去積累經驗。他已經贏得了歐洲杯，是西班牙國家隊最好的球員之一。我會說，給亞馬爾一些時間成長，讓他發展。但亞馬爾絕對是個特殊的天才。OK， 回憶一下我回到巴塞羅那一線隊的時候，聽着，為巴塞羅那踢球一直是我的夢想，但關鍵在於是否在正確的時機回歸。直到今天，我依然覺得，無論是在那個時刻，或者更早，或者更晚，我最終都會回到巴薩。我非常相信時機，生活中很多事情都是如此，我們永遠無法確切的知道哪個時機才是最好的。但我清楚的是，考慮到當時的巴薩陣容和我的個人抱負，我想在更大的舞台上和世界上最出色的球員一起證明自己，這確實帶來了一些複雜的感受。我不願稱之為困難，但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因為就在那之前，我還在阿森納擔任隊長，幾乎每場比賽我都踢，球迷高唱着我的名字，我受到的愛戴和珍視啊，說真的，那可能是我職業生涯中受到過的最好待遇。然後突然之間，我進入了一個全新的環境，需要與哈維、伊涅斯塔、布斯克斯、梅西去競爭位置。我內心渴望的就是想為自己證明，我在阿森納做到了，那麼現在我能在世界最頂尖的球員中間再次做到嗎？那段時光在某種意義上也是我的時代。我和皮克、梅西從12歲就一同踢球，和皮克更是從9歲就認識了，所以這其中也有很深的情感連接。我已經和哈維、布斯克茨、伊涅斯塔、皮克這些朋友一起贏得了歐洲杯和世界杯，而加入他們成為這支巴薩的一部分，正是我當時想迎接的巨大挑戰。這個決定是對是錯我不知道，但對我而言，它實現了我的夢想，這就足夠了。我不知道我們是否能稱之為這是一個完整的圓。以我的思維方式，總覺得還有更多的可能，總有更好的方式，所以我永遠不會對任何事情感到完全的滿足。這可能是我的一個弱點，或者說是優點。但確實，我記得那個時刻，我在諾坎普亮相的第一天，體檢結束後，體育場來了大約35000人，基本坐滿了。前排替補席後面坐着我的整個家庭，大約有50、60人。看到我的父母、祖父母、姐姐、叔叔、阿姨，所有人都在那裡。那是一個充滿自豪的時刻。我們全家一直都是巴塞羅那的球迷，那是一個美好的時刻。看到所有家人都在那裡，是的，我們準備好了。那確實是非常美好的時刻。我記得我們輸掉了2014年賽季的最後一場比賽，對陣馬德里競技。那場比賽決定了西甲冠軍的歸屬。如果我們贏了，就能奪冠。但在諾坎普打平後，馬競贏下了聯賽冠軍。事實也正是如此。之後我就受到了許多批評，
我感覺每次巴塞羅那輸球，責任都會落在我桑切斯身上。3年後，我覺得我需要改變，是時候迎接其他挑戰了。在2014年，我們去巴西世界杯前大約1周，我打開了轉會的大門。當時我在倫敦，我和我的經紀人談了，問他市場上有什麼機會。在那之前，曼聯、曼城、阿森納和切爾西都聯繫過我，但阿森納需要以巴塞羅那買我時的相同價格行使回購權。我和巴塞羅那主席談過，儘管他們說不，你需要留下，你必須留下，新教練要來，讓我們看看季前賽的情況。但我心裡已經明確地認為我需要離開，去別處迎接新的挑戰。在那個周六下午，在倫敦，我見了經紀人。2小時後，我見到了穆里尼奧。實際上，曼城和切爾西都提出了方案。在聽取了雙方的提議，並且和穆里尼奧會面後，我看了看我的經紀人，說：“就是他了，那就是我想去的地方。”因為最初我想回阿森納，那是我當時的想法和期望。但阿森納在我離開的時候沒有行使回購權，他們有1周的時間來回應是否行使選擇權，但他們從未回應，一直保持沉默。所以只剩下一條路，只有一個選擇：切爾西和穆里尼奧。因為他告訴了我那個職業階段我需要聽到的一切。穆里尼奧讓轉會發生了，他讓我覺得我會非常重要，我將成為球隊的領袖之一。他告訴我將和我一起加盟的球員以及俱樂部的狀況，他非常確信我們將贏得聯賽冠軍。他向我解釋了他需要我在場上和場下扮演的角色，還有他說話的方式，這也非常非常重要。他說服了我，在人生的某些時刻，有些人會進入你的生活，給你一種我不知道英語中確切的詞兒，但可以說是刺激你需要的那種激勵。他肯定以一種非常積極的方式運用了這種能力。不過在我為阿森納效力的那些年裡，我當時非常不喜歡切爾西，我總是這麼說，所有的球迷也都知道。但後來我說，去切爾西是我在職業生涯中做出的最好的決定之一，因為我在那裡受到的待遇，我們贏得的獎杯的數量，4年半我們有5個冠軍，以及切爾西的球迷們對我的支持，他們對我非常非常好，我感激不盡。我們幾乎立刻就有了很好的情感的連接。當然，我非常爭强好勝。當我還是阿森納隊長的時候，你不喜歡所有倫敦的对手俱樂部，你只想贏。我記得和穆里尼奧的切爾西和特里和兰帕德的比賽總是充滿競爭，但他們是一支出色的球隊，試圖超越他們和他們競爭有時很艱難。但之後，就像我告訴你的，當阿森納沒有回應選擇權的時候，我27歲了。我認為從足球角度來說，去切爾西是我最好的選擇，因為這裡是他們相信我將踢最適合我的足球，也是我想實現贏得英超冠軍夢想的地方。我最終做出了決定，我回到了倫敦。對我的家人來說，倫敦就是家。我最終做了這個決定。你知道，也許5年前這是不可想象的，是不可能的。所以生活再次向你證明，它可以很有趣，因為你做出了你從未預料過的決定。但正如我所說，足球世界裡，我理解阿森納球迷的感受，我理解一切，因為從球迷群體的角度來看，這很正常。我自己作為阿森納的球迷多年，當然也不喜歡切爾西。至於托特納姆熱刺，我可能會用一個更強烈的詞兒，但事情最終就是這樣。而且再說一次，最終去切爾西這是一個很好的決定。好，現在談談我到了意大利，到了科莫隊這確實很特別。我們幾乎是從零開始，甚至可以說是從地下的1層起步。看着科莫俱樂部現在一步步成長，看到這裡的人們，無論是球迷、老板還是主席，都開始真正相信我們正在創造一些特別的東西。每個人都給予了極大的支持。經過了1年的團隊努力，我越來越清楚地感受到科莫的年輕球員身上蘊藏的潛力，也越來越明確我想要打造的踢球風格，以及科莫俱樂部的未来方向。我們更加專注於投資那些年輕且有才華的球員，這本身也是一家非常年輕的俱樂部，年輕的团隊，年輕的主席，每個人都充滿渴望，充滿幹勁。那麼現在我們肯定不可能做到工作和生活的平衡，我盡力而為吧，因為家庭是我生活中另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但如果將球員生活和過去2年作為教練的經歷相比，那真的完全無法相提並論。作為主教練，你要對每一個情況負責，尤其是壞的情況，它是7天乘以24小時不間斷的。而作為球員，輸贏之後你還能回家切換狀態，但現在當教練完全不同了，這需要極大的激情。我擁有一個非常美好的職業生涯，我現在做教練不是為了錢，也不是因為人生需要它，我做教練是因為這是我的生命，這是我的激情。你需要從內心感受那種火焰。
我熱愛我思考足球的方式，它讓我每天堅持下去。过去我曾經向妻子承諾過，從球員轉行做教練中間要休息一段時間，但我沒能做到，因為我太渴望了。我如此確信自己想成為一名教練，在我退役前的最後4年，我已經在準備，我確切地知道自己想做什麼。當你對某件事感到如此興奮，並且在結束自己的職業生涯後立即就得到了一個機會的時候，我抓住了它。當時並不完全了解這份工作的要求，但直到我真正處在那個位置，你才會真正的理解。我熱愛這個職位，家裡的每個人都支持我。目前我挺好的。現在我們的理念投資年輕的球員，這就像我小時候當年的溫格培養我一樣，100%。我記得溫格的一些細節，記得他如何與我和其他的年輕球員工作，比如當時的森德羅斯、克里希、范佩西，這些都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腦海裡。隨着歲月流逝，我越發明白，如果不是因為溫格，我可能不會有那樣的職業生涯。所以我很看重這一點，並試圖帶來某些價值觀。我努力地推動年輕球員明白，要麼你以這種方式努力，否則你即使天賦再高，也很難在最高的水平取得成功。現在的比賽要求和數量都極高，你必須超級積極主動。我們科莫的踢法充滿活力，需要逼搶、跑動，在丟球後立即奪回球權。有球的時候又要能制造不同，這很複雜。我覺得對於現在的年輕球員，你需要相當嚴格，才能讓他們明白該過什麼樣的生活。年輕球員們現在有更多的信息，但也需要在腦子裡有更多的重複。我們需要不斷提醒他們，記住，你必須這樣做。你要成為頂級球員，你需要吃得好，準備充分，你要專注，要防守。現在有些球員，比如邊鋒，可能不喜歡回防，或者只有10分鐘他踢得好，然後30分鐘你都看不到他。比賽缺乏連續性，有一天他們犯了一個錯誤，就像世界末日一樣。年輕人是如此害怕失敗，這可能也是因為他們感覺自己在公眾面前過度的暴露，也可能是因為他們小時候人們總是告訴他們有多麼出色。有些球員來自真正的大俱樂部，習慣於贏10-0的比分，習慣於被稱讚。現在他們來到了科莫隊，水平要求更高，需要每周或者每3天就要表現出色，他們就會很掙扎。所以你需要不斷推動他們，讓他們明白要成為頂級球員，必須將標準提高到最高。而我當年在拉瑪西亞和阿森納所受的教育確實要更嚴格一些，但同時我非常幸運，作為一個16歲的孩子，當我被提拔到阿森納一線隊的時候，我的身邊有亨利、維埃拉、皮雷、坎貝爾、基翁、博格坎普。如果我犯了任何錯誤，我都會被直接告知事情應該是怎樣的。他們在保護我，很直接，但總是以好的方式。因為他們希望我做到最好，他們向我展示在場上和場下該如何做。我不是被說教，而是能感受到，如果這些擁有偉大職業生涯的家伙們是這樣做的，那麼我就必須跟隨，他們就是我最好的榜樣。現在我執教和我過去踢球的一切感覺都不同。作為球員的時候，你也更年輕，外界的言論對你的影響可能更大，有時你不想聽，但現在我的經驗是，你必須傾聽周圍人說的話。不是媒體或者批評，而是你身邊的人。我作為教練不怎麼關注那些想要貶低你的言論，在這方面更放鬆了。但我感受到了為球員和俱樂部做到最好的那種壓力，肩負着重大的責任。我以一種好的方式去感受壓力，因為我想要贏，想把所有事情都做好。正因為如此，你的頭腦必須非常清晰，對自己正在做的事情非常確信，無論順境或是逆境。我非常有信心，我們正走在正確的道路上。而成為一個好教練，你就需要被球員喜歡。在某種程度上，你必須要他們喜歡你。當然，被25個球员都喜歡是不可能的，但你需要讓球員們相信我們所做的事情，他們需要相信我們所努力的是正確的方式，並且這會為我們帶來未來的成功。而戰術也非常重要。我是個戰術迷，工作很努力，但說服球員並擁有一種讓所有人都認同我們所做的事情的方法，我覺得這才是最重要的。因為如果你有一個球員不相信，那就會變成2個、3個，更衣室裡的消極情緒就會蔓延。我當球員的時候曾經非常的接近最終的榮耀，但是在歐冠決賽卻輸給了巴薩。當時對我來說很艱難，那是一個學習的時刻。我們有一個非常非常棒的賽季，在巴黎輸掉了決賽是很難受的，但我為球隊感到無比驕傲，因為我們大部分時間是10個人在應戰。我不知道你還記不記得，當時萊曼被罰下了，然後我們進了球。我們本來還有一次絕佳的機會可以2-0領先，然後你知道你面對的是一支偉大的球隊，這很難接受，
但現在回想起來，這也讓我學會了欣賞更多的事情。我當時才18歲，我對自己說，沒關係，我還年輕，我一定會再贏回來的。但現在20年後，我告訴你，我再也沒有贏過歐冠，這是我作為球員唯一缺少的重要冠軍。所以享受當下吧，我總是這麼說，享受當下吧，永遠別想沒關係，以後再說。努力在當下做到最好，這才最重要，因為明天會發生什麼，誰也不知道。而現在這支阿森納，我認為他們能取得成功。當然，這又是一個漫長的賽季，英超的競爭非常激烈，歐冠也有頂級的球隊。但現在的阿森納一直在建設，一直在加強球隊，打造了一個非常非常強大的陣容。現在這不只是一支強大的球隊，而是一個真正強大的陣容。你假如失去了厄德高，還有埃澤；你失去了薩卡，你還有馬丁內利。這是以前的阿森納在某種程度上所缺乏的深度。所以在我看來，阿森納現在經過了6年的建設和打造，我認為今年就是這一年。我基本上觀看了阿森納他們所有的比賽，他們非常強大。我不認為他們今年會丟很多分。好的，朋友們，所以關於小法的這一篇訪談，真的對我們人生有很大的啟迪作用。無論是踢球、事業、家庭，或者照顧自己的健康和其他方面，我覺得法布雷加斯的話已經道出了許多。還是那句話，足球世界就是大千世界，我們每個人也在做關於自己的選擇，過好自己的人生。今天巴塞羅那方面好消息傳來，巴薩已經用長合同鎖定了多名重要的球員，下一個可能會鎖定費蘭。巴塞羅那希望讓自己的陣容保持年輕化，所以和埃里克加西亞續約到了2031年，然後在體育總監德科的管理下，2025年又確保了加維、阿勞霍、佩德里、赫拉德马丁、庫巴西、拉菲尼亞、亞馬爾、貝爾納爾、孔德和德容的續約，這些都是戰略性的續約。巴薩俱樂部明確地表示，球隊的基礎還是應該由拉瑪西亞青訓營的球員組成，同時逐步的年輕化陣容而不失競爭力。這個計劃已見成效，並且幫助避免了在引援上的過度開支。門將位置，巴塞羅那情況也已明確，胡安加西亞就是無可爭議的首發，而什琴斯尼還有1年的合同。特爾施特根在背部手術後已經恢復健康，他的合同簽到了2028年，而且是队內薪水最高的球員之一。現在防線上，巴薩的一線隊只有7名球員可以用，克里斯滕森是唯一一位合同將在赛季末到期的球员，而其他球員的合同就都很穩固。中場也是如此，所有的中场球員都有長期合同，而且競爭激烈，這促使每個人都必須發揮出最高水平。現在唯一需要解決的是年輕的德羅·費爾南德斯，他在17歲就已經在弗里克的麾下嶄露頭角，但合同僅僅到2027年。德羅·費爾南德斯已經展現了自己的才華，巴薩計劃讓他在未來多年繼續效力巴薩。不過鋒線的情況就更加開放，因為萊萬和拉什福德的合同在本賽季結束後就會到期，他們都有可能在下賽季繼續留隊，具體要取決於他們在賽季末的表現。萊萬現在對巴塞羅那感到滿意，而俱樂部對拉什福德3000萬歐元的買斷選項可以在夏天執行。此外，費蘭托雷斯的合同將在2027年到期，預計他將是下一個談判續約的球員。現在巴塞羅那轉會方面真正可以算得上是當務之急的，就是特爾施特根在冬窗想辦法要賣掉。好，今天美職聯的邁阿密國際將永久的簽下德保羅，他們已經激活了條款，這樣馬德里競技將獲得1500萬歐元的轉會費。31歲的德保羅是梅西最佳的輔佐，本賽季已經幫助邁阿密國際首次奪得了美職聯冠軍，而他這1500萬歐元的轉會費在雙方的租借交易中已經提前明確過。好，今天關於拜仁的中後衛於帕梅卡諾續約的問題，法國中後衛原則上已經同意續約，不過要求2000萬歐元的年薪，還要2000萬歐元的簽字費，這也會讓他成為拜仁隊內收入最高的球員之一。目前他的年薪是1600萬歐元，而他所要的2000萬歐元簽字費也是參照了阿方索戴維斯的方案。阿方索戴維斯在續約的時候獲得了2200萬歐元的簽字費。目前在聖誕節前，關於他的談判不太可能有任何進展。於帕梅卡諾和經紀人對續約的這個事兒也並不着急，甚至如果有必要，他們還可以再等幾個月。現在大巴黎和皇家馬德里正在密切地關注他，也願意滿足他的要求。拜仁自己隊內現在願意在1月份以1000萬到1500萬價格賣掉博埃，不過主教練孔帕尼還是希望隊內的所有球員都能夠繼續留到本賽季結束。好，今天巴西隊的好消息啊，主教練安切洛蒂已經和巴西隊續約，簽約會到2030年。巴西足球的高層們已經從他來到巴西隊的第一刻就下定了決心，
這正是帶領巴西隊前行的不二人選。雙方的簽署續約協議已經近在咫尺，所以有了安切洛蒂，老 K 盲猜明年的世界杯，巴西應該能夠混一個4強以上。OK， 轉會市場上，萊比錫19歲的前鋒揚·迪奧曼德已經被眾多豪門盯上。現在英超方面，像利物浦、切爾西、熱刺和曼城都對他虎視眈眈，而萊比錫已經標出了超過1億歐元的價格。迪奧曼德本賽季為萊比錫出場了15次，已經打進7個進球，助攻3次。現在他在德轉上的身價是2000萬歐元，但考慮到19歲的年齡，而且迪奧曼德的技術特點是雙足怪，左右腳都能踢，還有速度。他的盘帶動作質量非常好，雖然速度不是那種頂級的變態，但他啟動那下非常快，而且身體有對抗，能夠卡住位置。迪奧曼德的球商不錯，在禁區附近經常突然發难，威脅很大。這是位美國青训體系出來、校隊出來的人才。迪奧曼德雖然出生在科特迪瓦，但他很小的時候就移居到了美國，曾經在佛羅里達的尤利高中校队踢球，還在當地的 DME 學院接受過訓練。後來他還出現在聯合超級足球聯賽，後續就前往了西班牙的萊加內斯，再轉會到了萊比錫。可以說他早期的足球技術都是美國校園和當地足球培養體系的成果。可迪奧曼德自己談到，之所以離開美國校園足球，是因為那裡足球運動員的地位完全比不上橄欖球和籃球。OK， 明天又是歐洲聯賽的周末，老 K 也大膽預測一下：切爾西對埃弗頓，看好切爾西；利物浦對布萊頓，看好利物浦；伯恩利對富勒姆，看好伯恩利；阿森納對狼隊，當然看好阿森納。還有馬德里競技對瓦倫西亞，巴塞羅那對奧薩蘇納，都看好主隊豪門。意甲的帕爾馬對拉齊奧，看好客隊拉齊奧。好的，感謝大家的支持，點讚、評論、熱推和分享。每天做節目都要4-5個小時的後期，堅持下來還是挺難的，但是不知不覺就堅持了400多期，所以真的是你們的鼓勵支撐着我，感謝大家。方便的話，希望您點個讚，也評論2句。咱們明天再見。